拜见大王。芈月，你这是往哪里去？王后允许臣妾住在会院，臣妾这是回房去。住得那么远，方便吗？臣妾自小喜欢清静，若离永巷太近，会觉得不自在。这次寡人见你，似乎拘束了很多。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小野丫头，上哪里去了？臣妾长大了，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年幼无知了。这与寡人上次见你，似乎没隔多久啊。有时候人长大，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你既然是王后的陪嫁，并已入寝宫，衣着何苦这样简朴？那日献武少司命，你的穿着可谓光彩照人。大王该知，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皇公子虽不幸故去，但秦国还有许多好男儿。世上悦己容易，可知己难。说的也有道理。大王请。大王对芈月有兴趣？不是你想的那种兴趣，老东西。别再往正殿里搬了，店里都已经放不下了。那放哪里啊？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拿去当劈柴烧都没人要。大王的旨意，凡是先王后遗留下来的物品，都要由魏夫人和魏少使小心保管。哎，你不必跟他说了，他也是听差办事。去吧，放到偏殿的库房里。是，都搬到库房里去。姐姐，我那儿也一样，送了一大堆没用的废物，都堵在门口，连人都快进不去了。姐姐，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了。是我们自己小觑了对手，作茧自缚。姐姐，那眼下咱们该怎么办呀？我让你叫的各宫嫔妃呢？我都叫了，他们一会儿就过来。哎呦！哎呀，这都什么呀？你们看，你们看看，那几个处女真是太无礼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可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的过去了。真是的，哎，我倒也罢了，谁叫我过去主持后宫呢？新王后不拿我立威，拿谁立威呀？倒是各位姐妹们，好心与王后亲近，却平白叫人羞辱了一场。可不是嘛？还不仅仅是王后，就连一个没名没分的应女，竟然都骑在我们头上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别的不说，我对各位姐妹可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。这2日大家都看到了，往后这后宫之中，只怕处女当道，我们姐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夫人说的有理，怎么能任他们这样欺辱我们？要让他知道，谁才是后宫之主。就是。唐姐姐，魏妹妹，樊少使，你们怎么不说话呀？我能说什么？她是王后，后宫只能她说了算。咱们认命吧。凭什么认命？不认命又怎么样？樊少使，你说该如何？夫人说了这么久，我还是没有明白夫人为何生气。近日也不知是怎么了，身子乏得很，觉好像总有睡不够似的。各位姐姐笑话了。此刻我只想顺顺当当的把这孩子给生下来，以后也好有个依靠。至于
这件事怎么办呢？夫人说如何，那就如何吧。樊少使真是娇贵的出奇呀，肚子里有喜，这是好事。人怎么却因此变得糊涂了呢？魏夫人不怪罪就好了。其实方才各位姐妹言重了，王后初来宫中，就算有什么不到的地方，我们也应当多提点着，才不负大王对我等姐妹的期望。哼，提点，明明是我们吃了亏，难道还要帮他？帮他也是帮自己，至于帮不帮，如何帮，还要看姐妹们各自的心思。哼，那照魏良人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忍了？日后在这宫中，那我们岂不是要任人宰割了吗？刚才国美人和唐夫人也提到后宫谁做主，依我看，后宫是大王的后宫，自然只有大王做主。魏妹妹的意思是，姐姐想想，我说的话到底对还是不对？魏妹妹的话言之有理。来，给各位姐妹上茶。是。魏夫人特地把我叫回来，定是有话要说。魏妹妹向来都是最聪明的，今后何去何从，还请妹妹帮姐姐拿个主意。姐姐这是做什么？你明明已处于不败之地，何须我来拿主意？妹妹不必多礼。妹妹，你此话怎讲？我说姐姐舍本逐末，跟那些黄毛丫头置什么嫌弃？她能盖过您的，无非就是名分。您若是能在名分上争回来，这后宫您说一句，强过她说100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姐姐若能尽早将公子华立为太子，这后宫您还用争什么？不错，大王一向宠爱华儿。我若是姐姐，这时候就多听多看，静观其变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可是大王明察秋毫，姐姐久掌公务，平平安安，从无差错。而新王后初入宫中，若有什么差池，大王以后会更看重谁？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大王要的是后宫风平浪静，谁扰了大王清静，大王就会嫌弃谁。姐姐真要对付他们，倒不如让他们以为姐姐甘心服输。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。魏良人不愧是出身魏国，当真是有鬼谷子之才，得纵横心术啊！我这也是班门弄斧，大主意还要姐姐自己拿。夫人，彩绿，有话直说。夫人从来都对后宫的纠纷躲避三舍，今日为何要给魏夫人出主意？我们的母国在诸国当中最弱小，不仅要依附魏国，还要看其他强国的脸色行事。我在宫中同出一辙，既不能得罪魏夫人，还要看其他嫔妃的脸色。母国国君盼我能在大王面前说上话，父亲母亲盼我能在后宫左右逢源，真是难呐。可给魏夫人出主意，就会得罪了新王后啊。魏夫人向我讨主意，我怎能不敷衍她？新王后是不是得罪得起，还要看。再说，我给魏夫人出的主意也算不上任何主意，不是吗？是。夫人，
这是夫人的父母亲让小人转交给夫人的信和礼物。小人送信已回，呈交通关符节。父亲母亲的身体可好？母国国君有何吩咐？两位贵人一切都好，只是念着夫人。如今列国多事，国君望夫人能够为母国多多周旋出力。我知道了。夫人，芈月来了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小人告退。魏良人，芈月，这是王后精心挑选了一些楚国上等的绸缎，给姐姐送来做衣裳，也是想让姐妹们给宫中添些颜色。王后真是有心了。芈月，快坐。方才离去的可是魏良人的家乡人。母国来了信使，带来了父母亲的信。芈月，芈月，你怎么了？魏良人，这是什么？不认得这个？秦国城池关隘把守极严，如果有车船经过关隘，没有这种铜符节，都需要经过检验。若是有货物携带，还要纳征。后宫嫔妃来自各国，自然与母国有礼物往来，所以大王特赐我们每人1枚铜符节，以便出入关卡。这么说，后宫嫔妃手中每个人都有这铜符节了？低阶的嫔妃和应妾是没有的，原来只有魏夫人、唐夫人、国美人，还有我的手中有。去年大王分别给了魏少使和樊少使各1枚，如今王后手中应该也有1枚。有什么区别吗？芈月为何对此如此关心？我曾在义渠见过这符节。魏良人可愿教我，如何才能分辨出每个人手中铜符节之区别？把符节给我。你不给我，我如何教你啊？芈月看清楚了吗？这个位置是一个魏字，是国名。芈月可记得你当初看到的铜符节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什么字？我记不清了。芈月啊，这种事情你还是不要纠缠进去的好。为什么？这宫里是是非非，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招来祸患。所以在这宫里久了，有许多事不能说也不能做，装聋作哑才能明哲保身。我明白魏良人的意思，我一向做事恩怨分明，绝不会牵连他人。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。姐姐，大王有没有给过你1枚铜符节？是，大王曾告诉我说，宫中位分较高的嫔妃们都有这样一个通关的铜符节。拿来给我看看。姑姑，去拿来。是。妹妹怎么想起这符节了？因为这符节就是宫里人和义渠人勾结的证据。有了这枚符节，追查那义渠人背后的主使就有眉目了。真的？妹妹快看看，是不是这个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当日我被义渠人劫到义渠草原，在义渠人手里，我见过这东西，一模一样。啊，有了证据就好了，你我可以直接去找大王陈情了。是。既然你看到了那枚符节，
你可有看清楚了符节上的字迹吗？我当时没留意，若是知道这东西这么要紧，我一定想法子记个真切。大王，您要替臣妾做主。好了，寡人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一群人手里竟然会有我大秦通关的符节，倒真让寡人心惊。大秦的符节绝不会在普通人手里，要么是重臣，要么是后宫嫔妃。王后他们怀疑有人勾结一群人伏击车队是有道理的，但是这种事情铤而走险是要冒极大风险的，除非那人立令智昏了。新王后若出事，对谁最有好处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说，魏夫人若是没有新王后，她是有可能被扶正的。魏夫人就算有此心思，也没这手段。那会不会是大良造？当初他就竭力反对与楚国联姻，这些年他又与魏夫人走得很近。魏夫人和大良造都是魏国人，他们两人在魏国就相识，平日来往密切，也有道理。大王，公孙衍身为大良造，权倾朝野，手中的权力几乎与商君无异。当日先公封商君为大良造，将国政尽付商君，为的是支持商君变法。而公孙衍对国家的作用却远不及商君。虽然他也战功赫赫，但臣以为他身居大良造高位，倘若不能警惕自守，却勾连母国，甚至将手插进后宫之中，那这件事情就不得不防啊。楚离子，寡人明白你的心思，但公孙衍才华盖世，功勋累累，朝中军国大事，均离不开公孙衍。寡人相信他对大秦的忠心。那这个案子，大王打算如何处置？先不要声张，等等再说吧。是。你们都找仔细了，打开箱子，仔细找找。是夫人。放到哪儿了？到底放到哪儿了？哎呀，这如何是好？哎呀，这到底放在哪儿了？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啊？哎呀，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夫人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吓死我了！这个可千万放好了，切不可丢了。什么东西不可丢啦？姐姐，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妹妹，你听没听说过有关符节的事情？怕什么？你的符节不在这儿吗？哎呀，亏得找着了。你说我到底带哪只啊？姐姐来的正好，快请坐。你快帮我看看，哪只钗更配我的新衣裳啊？妹妹生的国色天香，配什么都好看。总是这么说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哎，这是上次你母国送来的礼物吧？是啊，还是上次重阳我给父母亲送礼，母亲专门派人从母国送来的。妹妹真是孝顺，定是常送节礼回去吧？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父亲的50岁寿辰快要到了，我得准备礼物让他们送过去。妹妹的同符节还在吗？自然还在。王与兴师。
背到哪儿了？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；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酬。好玩。回去背书去。我不，我和姐姐一起玩玩。我不是在玩泥巴，我是在做重要的事情。哦，你做的是什么？那么重要？我做的是符节。做符节有什么用啊？做符节是为了找人，找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的敌人在哪？在这宫里，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小冉帮姐姐找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不过姐姐先要考考你的功课。首先你要明白你刚刚背过的《无衣篇》的旨趣。这首诗讲的是什么？说的是秦人征战，兴王师，修戈矛，在战场上与战友们分享同一件衣裳，他们同心协力，一致对敌。请问魁姑在吗？你找他何事？我来找他借个绣样。哦，他在屋里呢。我也来弄一个。什么？符节？是啊，姐姐，妹妹刚才听下面人说，芈月正在会院里做符节。她还没完没了了。姐姐，她拿泥巴做符节什么意思？估计她是想用这种方法回忆起符节上写的什么字。姐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采凡，奴婢这就去办。速去速回。是。姐姐，你笑什么呀？你刚才跟我说，芈月她偷做符节。是啊，偷做符节这事儿，说大可大，说小可小，这可是个机会。姐姐的意思是？我美人不是让你去他那儿看他新做的衣裳吗？是啊，你何不即刻就去？妹妹明白。魏良人，大监，魏良人近日很忙啊。大监也没闲着。年纪大了，赶不上年轻的时候耳目那么灵光了。大监说笑了，这宫里的哪件事儿能瞒过大监的眼睛？哦，那魏良人倒要跟老奴说说一两件了。大监定是知道，宫里这些日不少人为那同符节睡不着觉呢。王后，你都绣了一上午了，还是喝点热汤，吃点点心，歇歇吧。这件玄缎是大王在上元节祭祀时要穿的，我得赶着做出来。这些事情交给缝人绣娘来做就行了，王后何必把自己弄得如此辛苦？这是我给她做的第一件衣裳，从头到尾我都要亲手做。你说，她穿上这件衣裳，会不会记得我的心意？那是当然。王后，什么事啊？国美人来了。
请他进来吧。是。拜见王后。不必多礼。珍珠，赐座。是。不必了，王后。臣妾来这儿不是为了闲坐，而是为了帮助王后追查要案，整顿后宫纲纪的。哦。郭美人，请说。王后虽然刚刚开始主持后宫事务，但是宫中的规矩大约也是知晓。王后请看，这是何物？这是出入秦国城池和关隘的符节，进宫后大王也给了我一枚。那王后一定明白，朝廷符节在秦国宫中是顶要紧的东西，私自授受他人便是砍头之罪。当然，若有人私自制造符节呢？那是大逆不道，形同谋反，要受车裂之刑。但臣妾听说，竟然有人在宫中偷偷制造符节。王后难道不该秉公查处，查获此人，并告知大王，严惩不贷？私作符节，此事重大，你可有证据？臣妾若没有证据，怎敢轻易登王后的门槛呢？那你拿证据来给我看一看。若要看证据，只好委屈王后跟臣妾走一趟了。果然是他。大监，能否告诉我，这是何物？这是符节。符节？符节是干什么用的？符节是君王所铸，赐予近臣，过关隘可免业免征。依老奴看，您用这些泥巴捏的东西，非猪非羊，十分丑陋，怎么能说它是符节呢？当真是符节，只不过朝廷的符节是金铜所铸，我这是泥捏的，是用来找人的。王后就到了。郭美人，你说带我去找私自制造符节的人，怎么把我领到这么偏的地方来了？王后不要着急，私作符节之人是跑不掉的。做的一点都不像，怎么拿他去找人呢？我也是无计可施，想试试，还真有用。什么用都没有。此法子不易想，更不易试。怎么还没到啊？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大姐，我的芈月，老奴这眼色也不好，你捏的这些东西，你看都掉到水里去了。姑娘就应该绣绣花、绣绣草了，这些捏泥巴都是男孩干的事。王后。王后，郭美人，郭美人，免礼。怎么大监也在？正巧路过，进来看看。没想到王后也来了。姐姐，你有何事叫我一声就是了，何必要跑这么远到我这来？王后有了，人赃俱在。这是我画的小鸭子，你别把它捏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臣妾的确听说芈月违反秦法，私作符节，这可是杀头之罪。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看。这就是你说的证据？
这个就是芈月私自制造的符节。臣妾确实得到消息，说这小院里藏有芈月谋反的证据。如果宫里真有这种事儿，那还真得好好查查了。王后，请国美人将这慧院里里外外仔细搜上一搜，不然芈月就此担下洗不清的恶名，国美人也就白来了一趟，显不出她的一片忠心了。国美人，你是搜还是不搜？王后恕罪，此事臣妾大约是听作耳了。哼，几个孩童玩的这些黄泥坯子，竟被你说成是杀头之罪。国美人，你是当我愚钝吗？臣妾道听途说，实在是错了，王后息怒。捕风捉影，无事生非。若任你这样肆意诬陷好人，这后宫岂不大乱？我罚你禁足1个月，面壁思过，并将此事禀报大王。方才都急死我了，我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你这儿来了。是我疏忽，差点就给姐姐惹来了祸端。你真的做了泥符节？太危险了。我一直想不起那符节上的字迹，又不见大王追查符节的动静，我一时心急，想用黄泥依着记忆把那符节做出来。看来真的有人在暗中窥探，你太大意了。怪我报仇心切，急于求成。啊，还好，幸亏妹妹应付得滴水不漏。不知是我的运气，还是有人诚心想要帮我。什么意思？这符节之事，应当让大王知晓。你要不提，我还真没想到。可是大王他能信吗？这事情的头尾都能连上，该算是有凭有据了吧？要不你去与大王说吧，我还是不要去说了，免得大王多心。好。国美人被禁足了，听说大王还专门派人去训斥了他。这回他可是没逮着狐狸，反惹一身骚。哼，这次算芈月他们运气好，碰到国美人这么个缺心少肺的。下次若犯到我手里，定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易逃掉。也不知是谁给国美人通的风声，不然他心思比麻绳还粗的一个人，怎么会留意到别人屋檐下的闲事？那也只能怪芈月仗着自己是王后的心腹，行事太过张扬。夫人，怎么说？你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这是？啊，一封家书而已。姐姐近日收到家书，总是心情沉郁，难道是家中有事？父母年老多病，收到家书，难免会有些伤感。女子远嫁，从夫从子，纵是有故国之思，也要放到后边啦。姐姐认为我说的可对？啊，对，妹妹说的是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妹妹先回去了，你们也早些歇息。妹妹慢走。姐姐慢走。姐姐，信上说些什么？他说他会尽快将这符节归还于我，即使有什么差池，他也早有万全之策。大王，芈月求见。不见。
是。等等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你来做什么？芈月想起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何事？芈月终于想起那义渠王手中符节上的字迹了。大王不想知道那是个什么字吗？何字？芈月用了些方法，终于想起，那是个魏国的魏字。大王，此事重大，该立即寻根究底，找出那背后作怪之人。芈月，这些天你已把后宫搅得天翻地覆，寡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你去了，你却不识时务，不知进退，一味胡闹。你从义渠草原回来已有大半年之久，突然信誓旦旦地说你曾见到义渠王手中有个符节，又突然说那符节上刻有一个魏字。你记性好，为何当初从未提起过符节？现在想起来再说，谁知是不是心悸多梦，梦中生幻？寡人最恨后宫无事生非。我问你，是不是王后让你来的？不是，王后并不知晓。王后还算有分寸。大王若不信，何不在后宫核查嫔妃们手中的符节？那便可水落石出了。大胆！一个小丫头在寡人的大殿里胡言乱语，干涉朝政。母亲，在，还不给寡人把她撵出去？是。芈月，走，出去！快走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大王为何不信我说的话？大王不信，自有大王的道理。难道大监也不信我说的话？老奴信不信，并不重要。那你昨日为何要帮我？老奴何曾帮过你呀？大监，回去吧。小时老奴听人讲，说这天会塌下来，吓得老奴是日日都在望着天。直到今日，老奴才知道这天塌不下来。你自己也别跟自己过意不去了，回吧。啊！大王，那小丫头脾气太倔强了。大王放心，在宫里多打磨几年就好了。寡人怕她不知进退，闯出祸来。以后你要多盯着点。是。哼，大王竟然不信我说的话。大王最恨后宫有人多事。这哪里是后宫的事？这明明关系到大秦的安危。既然大王都已经发脾气了，此事还是先放一放吧，免得因小失大。大王发了脾气又如何？我又不需要他的宠幸，更不图他的恩惠。等有一日我抓到仇人，我即刻出宫。妹妹可以说走就走，姐姐怎么办？幸亏妹妹告诉大王，此事与我无关，不然大王说不定会疑心是我在背后惹是生非，兴风作浪呢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哼，难道王后跟那个小丫头一样，不知深浅？让她进来。是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王后来此有何事啊？
臣妾让从楚国来的乐伎们新排练了几支歌舞，想请大王闲暇时去清凉殿坐坐，换换心情。好，寡人今晚有空，晚上后去吧。是。这几日，那芈月在做什么？芈月这几日忙得很。其实这些曲子也是芈月帮臣妾选的，她在这上面费了不少心血呢。这就对了，女人嘛，习习歌舞，做做女工，其他的事情少操心才好。臣妾记在心上了。大人，魏国国君派使臣给大良造送来2马车珠宝细软，还有10个魏国美女。那使臣已经到了府上。魏国乃是我的母国，魏国国君3番5次差人送信来，想请我回国为相。但秦王对我格外倚重，眼下我在秦国也可谓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让我弃秦投魏，着实很为难。大人，您看这些礼物该怎么办？这礼物嘛，当然也不好再退回去了。但凡有能报答魏国国君的事情，我还是会做的。是。魏王仁厚，待我恩荣并济。秦魏联姻之事终究未成，魏夫人也未能扶正，在下一直于心不安。哈，公孙先生不必自责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魏王知道先生已经尽力了。先生以为张仪此人如何呀？张仪，小人也，贪财如命。此人在楚国之时，便因偷盗之罪，遭朝阳暴打。后来来了秦国，又妄图贩卖他的连横之说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列强征战，凭的就是实力，只有一场一场的胜仗打下去，才有可能屹立于群雄之上。我以为先生不可轻视张仪，此人能被秦王看中，也确实有其才华。先生性情率直，还当收敛为是。秦王淫肆为人，不似孝恭厚道，先生乃堂堂君子，当防小人世间呐。当年我公孙衍离魏入秦，便是听说秦王知人而善任。如果秦王是个明君，倒也罢了；倘若有一天他变得昏聩无能，只听从小人摆布，那我公孙衍又有什么必要留在秦国呢？魏王就是钦佩先生的率性。先生如今在大秦朝中如日中天，但人无1000日之好，花无100日之红。眼下当趁处女尚未坐稳后宫，尚未生下嫡子，先生应祝公子华早日登上太子之位才是，以免夜长梦多，变生昼夜。倘若公子华能立为太子，自然对魏国有好处。但是秦王知道，此前我一直力主将魏夫人扶正，阻挠秦楚联姻。如果此事我公孙衍再出面，恐怕事与愿违啊。公孙先生，此事别着急。那儿不还有一个贪财如命的张仪吗？张仪此人一向做事都是谁给的钱多，就给谁出力。我看不如这样，让魏夫人去找张仪，由他提议立嬴华为太子，我来附议。如此一来，不就水到渠成了吗？先生高明。姐姐，自从上次芈月被大王训斥之后，如今再也没有人敢提那符节了。
这一关我们总算是过去了。姐姐，眼下你应该把心思放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了。先生信上说，要我们先疏通好自己的关系，该打点的千万别小气。别的还好说，就是那个张仪，我们与他素无来往，突然上门求他办事，也不知道他好不好说话。不打紧的姐姐，那就是个贪财的家伙，我们多给他点儿不就是了？妹妹说的有理。这件怎么样？奴婢看王后穿这件红色的最好看。这件红色的是好看，但要是我说，这件杏黄色的更好看。妹妹，姐姐，这是宫里的绣娘们做的新衣。可不是，我让人给唐夫人、国美人和樊少使各送了几套，给你也做了几件，一会儿记着带走啊。多谢姐姐。眼下也就魏夫人和魏少使还没送。姐姐，还是给他们也送几套吧，免得他们有声闲话。我就是不想给他们送，你知道吗？这阵子他们一直与我作对。我跟你说啊，好了，就这样，你们把这东西都拿走吧。是。妹妹，怎么了，姐姐？朝中有人开始议论立太子之事了。一些人向那些擅长游说的客卿行贿，游说大王和朝中重臣要立公子华为太子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那些游说之士，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游走列国，呼风唤雨，搅起风云无限。因此，让公子华当上太子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据说这些钱都出自魏夫人之手。姐姐还知道什么？听说魏夫人下重礼的人中，有那个最会游说的客卿，叫张仪的。怎么会是他？你当日被一群人抓走，大王就是派他去游说一曲的，用600车粮食把你换回来的。他的口舌功夫也由此在朝中有了名声。张仪对我有恩。是啊，我知道妹妹与张仪的交情，所以想求妹妹出马，让张仪千万不要帮错了人。此事重大，我不知道张仪肯不肯帮忙。人人都知道那张仪爱财如命，不就是送钱吗？魏夫人送多少，我们送多少，不会亏待她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张仪这个人看似无德无行，但实际上却是胸有丘壑，极为自负。他如果爱财，以他的能力，他只会自取，绝不会为钱财所驱使。如果单纯只是以钱财贿赂他，只怕会得罪了他，适得其反。那怎么办？姐姐别着急，既然这个人难以为钱财所驱使，那魏夫人的钱财也未必能打动得了他。哼，过去我一直说不再与他来往，他却不以为然。看来他是说对了。变化无穷，各有所归，或阴或阳，或柔或刚，或开或闭，或持或张。是故生先生，有位宫中来的女子求见。审查其所先后。先生，有权量能，教其技巧。先生，有位宫中来的。我诵读之时，万物搅扰，我说过多少次？让他留下名帖就行。先生，他说他是先生的故人，来给您送礼的。送礼？对。故人？对。快请。是。哎哈哈哈！芈月，多日未见。张子。啊。礼呢？你怎么
两手空空就来了？啊，这是一袋晒干了的木樨花，蒸饭烹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，倍增香气。这一袋是茱萸子，随身佩戴，驱邪去恶。倍增香气啊，驱邪去恶啊，就这2样东西你就把我打发了？我到你这里来，还要请求你给我指点迷津呢。你这哪是送礼，你这分明是讨债来了。我还未张口，你怎知道我要说些什么？来，不就为了这个？张子是神人，难道你也听说了我被大王训斥之事？宫里刮点小风，宫外就瓢泼大雨，这事能瞒得了谁呀？你是过于心急了。大王做事自有他的道理，你只可顺势而为，借力打力，莽撞只能坏事。可大王不信我说的话。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，信不信得看最后的结果。眼前的东西都不足以作为最后的定论。多谢张子提醒。好说。我还有一事，要请张子帮忙。芈月啊，这我可得说你了。你我虽说有交情不假，但交情是要交来交去方能有情，要不然就像花钱一样，一味使用是会花光的。这事张子先不要回绝，听了再说。听说最近有人花重金拜托张子行游说之事，对吗？不错。那有何办法能让张子放弃对方的托付？对方给多少金，你给多少金吗？这么简单？我仅仅闭上嘴巴而已。那要是请张子，不仅仅是闭嘴，而是要反向而行呢？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据我所知，魏夫人托付的绝不止我一个人，甚至更有位高权重的，如大良造公孙衍、甘茂等重臣。这事难办。我说了，这事难呐。天下事再难，也难不倒张子啊。张子只要答应了，王后那边定有重谢。不嫁不色，胡曲喝300禅兮；不狩不猎，胡张儿庭有玄环兮。比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张子是真君子，绝非不劳而获之人。所以说，你这是答应我了？只要王后给出足够的酬劳，张子就能摆平此次风波。聪明。那张子要多少酬劳？你说一个太子妃值多少酬劳？500斤。我张仪没见过500斤吗？1000斤。才加了500。那要多少？5000斤。你这口也张得太大了吧？芈月，你糊涂啊！我若不向王后要足了重金，她怎会相信我张仪有如此非凡之能力？她又怎会知道你芈月出力游说之不易？我若不向她要足了重金，她如何能体会我倒汤赴火，历尽千难万险？她怎会对我心存感激呢？这话似乎有点道理。
大良造，今日大朝，你为何如此打扮？如此打扮，有何不妥吗？周礼四府早有规制，诸侯与其臣，皮变以示朔。朝服以日是朝，身为大秦臣子，应知冠变朝服本为百官进谏、主君议政之服饰。你看看你今天什么样子？头无冠变，蓬头散发。你眼里还有大王吗？原来大良造眼中只有衣冠，没有人品。如果穿戴冠变朝服就能面君议政，那这大殿上保不准就会混进一些徒有其表、衣冠楚楚之禽兽。再者说，尊不尊君王，不在嘴上，更不在脑袋上，而是在心里。纯属无稽之谈。张仪，你这个家伙，行为放浪，言语轻狂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我张仪自然就是张仪，但不知在大良造眼中，我张仪是什么人呢？大王到！臣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好热闹啊！争什么呢？说来让寡人听听。大王，今日大朝，张仪军前无状，目无周礼，举止癫狂。大王明鉴，张仪并非癫狂，只是头痛而已。哦，张子怎么会头痛？张仪脑袋太重，戴不得冠变，戴了就会头痛。这是何道理？因为装东西太多，所以张仪的脑袋太重。此话当真？微臣绝不敢在大王面前打诳语。张仪的脑袋里装的都是有益于大秦江山社稷的筹谋。大王，张仪完全是一派胡言。张子，你可不能光卖弄口舌，寡人要的是真格。既然你说你的脑袋比别人的重，寡人信你一次，但你要把你的筹谋一一拿出来，给寡人看看。一诺无辞。好，望张子言而有信，绝不反悔。从今日起，寡人就赐你免官上朝。但你也要记住，寡人要的是你脑袋里的东西，并不是你脑袋外面的东西。谢大王。大王，大良造，这官变之争，本是小事一桩，你这般计较，何苦呢？今日早朝，众卿有何事要奏？禀大王，微臣有事要奏。这几日想必大王早有耳闻，朝廷上下飞短流长，众人关注大秦社稷天下，纷纷议论大王应该适时立下太子。张子的话有理，立嗣乃国之根本。大王，臣附议，张子所言也有道理。后宫众公子逐渐长成，臣以为数公子中以公子嬴华胜人一筹。而且公子华是大王长子，才思敏捷，厚德载物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再加上在大王的调教之下，百经历练，足以令众人心服口服。哼，众爱卿对此有何看法？大王，臣以为大良造之言切中要害，公子华文韬武略，的确不二人选。
论人品才华，公子华出类拔萃。臣附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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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说，你们都是众口一词了？非也，非也，并非众口一词。微臣方才没把话说完。那些劝大王早早立太子之说，纯属信口开河，胡扯八道。张仪，你为何出尔反尔？大王明鉴，微臣方才话没说完就被他们抢去了。在下的意思是，眼下大秦开疆拓土正值用人之际，过早立储，容易让公子们滋生懈怠之心，不肯再立军功。再者，大王正值春秋鼎盛，王后还未生嫡子，等王后生了嫡子，再议不迟嘛。大王，臣赞同张子之言。过早立储，若将来王后生下嫡子，则二子之间何以相处？先王后也无子嗣，有无嫡子，全赖天意。就算王后没有嫡子，也有更充分的时间让大王将诸位年长之公子多做比较。那些朝廷上下鼓噪早立太子之人，说轻了是别有用心，说重了是诅咒大王。望大王千万不要被他们蛊惑。张仪，你这个无耻小人！臣以为，张子之言虽然激烈，但的确有可取之处。既然立储为国之根本，大王还要严谨考量，给诸公子更多历练机会，慎重而行。大王，立嗣之事事关江山社稷，臣以为宜早不宜迟。大王，立太子又不是赶集卖货，没有早晚，只有时机好坏而已。张仪，你巧舌如簧，颠倒黑白。大良造，你貌似攻心，口是心非。你，我怎么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争了。你们都是寡人的肱骨之臣。大良造用心良苦，张子也是担心竭虑。若此事变为你们的意气之争，反而伤了众卿间的和气。寡人心里有数，立嗣之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大王贤明。姐姐，你找我？妹妹，快来。妹妹，那5000金果然有效，恭喜姐姐。我听说张仪可把那个公孙衍气坏了。公孙衍下朝后对他的手下说，在秦国有他没张仪，有张仪便没有他。公孙衍恨死了张仪又有何用？那是大王做的决断。珍珠，王后有何吩咐？你去前面找木坚，就问大王今日会去哪里。让木坚转告大王，就说我亲手做了楚国的菜肴，想让大王来品尝。是。玳瑁姑姑，你再去准备一份厚礼。是。妹妹，你代我再谢谢张仪。是。妹妹，其实这一切都是妹妹的功劳。你别往会院去了，以后跟我住一块儿吧。姐姐的好意，我本不应该拒绝，但姐姐知道，我有一个幼弟同住，实在不方便住进来。有什么关系？让他也过来一起住好了。听人说，男孩子阳气重，容易让女人怀上儿子。